大家好呀！就在刚刚，苹果发布了这个新的 M4的这个 iMac 这个台式电脑啊。这个接下来3天，可能接下来几天，总共可能有3个产品会发布啊。现在可能是 iMac， 后面可能就 MacBook Pro 跟 Mac Mini 啊。今天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新的这个 iMac 这个就是新发了7个颜色，对吧？其实跟之前差别并不是特别大，这展示出苹果强大的 SKU 管理能力啊。我们先看价格，1299，跟之前是一样。这次的差异就是说，它这个内存啊，其实不是从8GB 起步了，已经从16GB 开始。当然，这次核心的主角当然是这个 M4 家族的芯片，对吧？首先，这个 iMac 只能上 M4 的芯片，这 M4 就是它是最高上到10核的 CPU， 其实盖版的就是便宜那个版本其实是8核的 CPU。就这个 performance 的话，这 M4 是比 M1 是要强，基本上是达爆了的，对吧？它没有跟 M2 去比，因为它现在这个电脑用的是 M2 的芯片。它这个 GPU 啊也是不错的，然后这边看到它的性能也是相当于 M1 的直接翻倍了，对吧？它也没有直接对比 M2。这个就是基本上它的整个概要，就是说它之前哪些增强这方面，总的来说其实就是我觉得只是换了个芯片，其他并没有动太大。另外就是这个新的系统发布了，对吧？这新的系统里面集成了 Apple AI。这时候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个在官网上看一下它这个就是它实际的这个参数表现啊。可以看到现在这个 iMac 对吧，是支持，如果是加钱买这个1499版本的话，它这个是满血的 M4 啊，就是它的 CPU 的核会多2个，可以在这里可以看到，对吧？而且它的就是 port 会多，也会多2个，对吧？这个其实性价比还蛮高的，就是大家很可能是要买1499这个版本才是真正的 M4 的芯片，就是性能比较好一点的。然后这里的内存这个大家看一下就好，对吧？在后面会有更详细的去那个啥。这个其实对比 M2 的话，其实好像貌似只是增加了这个 AVE decode， 我还不知道这有啥用啊，会不会加速这个渲染，现在还不是很清楚，还要等具体等各家的测评出来才知道。他们的 Apple Intelligence 目前来看是没有什么特别区别啊，可能速度稍微快一点。最大的区别就是这个 memory， 对吧？本来都是像 M2 在8GB 起步，现在就苹果是从16GB 起步了。至于这个硬盘的话，其实大家并不用太在意这里啊。这个外接键盘，毕竟外接硬盘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啊，毕竟已经是台式电脑了，外接一台PCIe 的 SSD 其实并不是很大的问题。它这个屏幕是 4.5K 的屏幕啊，是非常不错的，然后500尼特的亮度，对吧？在这个价位上其实还是比较合理的。好，另外还有比较着重要介绍就是它这个摄像头是1200兆的摄像头，应该是个广角摄像头，而且它支持了一个比较特别的功能啊，我在后面会介绍。其他的也没有什么特别了，我们来跳过来。然后它这次新发布这个Mac 的系统里面会允许你就用文字描述去生成这个视频啊。这就这个新的这个 macOS 名字啊 Square。而且这次它增加了非常特别重要的功能是什么呢？就是它终于允许增加了一个就是拖动可以对齐这个窗口，对吧？它会自动弹出有一个效果，会让你去对齐。当然我希望它有快捷键啊，我不知道它 Mac 这次有没有真的加了快捷键这个功能。大家可以注意看这个画面上，你可以看左上角这个是同一个摄像头，对吧？它是支持2个人在这里，而且其实它这个还支持同时在对照桌面上这个东西，它也会去同时去捕捉2个角度的，它这个还是挺厉害的。然后现在我们来看到它这个 Apple Intelligence 啊，它从4个角度就文本，对吧 ？ARGC 产生图片，包括这个 Action， 其实跟之前里面的那个 Mac 自带那个就路径啊，就是去执行特定操作是有关系的，可以通过这文本去描述。然后 Personal Context， 这可能是后面再介绍一下吧。然后目前也看到它就是主要还是文本的这个改写，就跟 ChatGPT 其实差不多，只不过现在集成在 Apple 的内置的各个 APP 里面了。现在大家可以在 Mac 里面，如果是支持这个 Apple Intelligence 的话，可以在里面直接在 Siri 里面框里面去打字，而且也可以去语音去帮你执行电脑里面的操作，会比之前更聪明一点，对吧？它的调用这个窗口可能就是从这里点击可以触发，也可以用快捷键，甚至可以用 Hi Siri 去触发，跟之前都是一样的。然后可以在电脑里面直接去生成一些就 ARGC 这个图片。另外就是可以创建这个emoji 啊，这个穿带翅膀的小猪啊。这只是怎么说呢只是画蛇添足锦上添花这个功能吧，对吧？现在这个 Apple Intelligence 现在说应该是他说在这个比较有意思一点，现在在官网上描述的还是只在美国可以用，但是在发布会上他说在英语的主要国家都可以用了，这个可能稍后我会测试一下，然后发布上来。然后就是本地的英语的话，在后续这些国家，像这个
Australia 这加拿大，包括爱尔兰、新西兰、南非，包括英国，随后会在本地的英语会登陆，因为他们的英语的语法跟真正的美式英语还是有一些区别。那明年的话，这比较重要的就是，听说会加入这些亚太的国家，对吧？包括这个中文也会支持，对吧？但到时候它这个会与谁去合作，可能还不太清楚。但是它现在集成在芯片里面，这个 Apple Intelligence 拥有它自己的模型，应该是全球是统一的。但是它那个像海外版的，它是会接入 ChatGPT 的。如果是比较复杂的问题，在中国还不知道跟谁家去合作，甚至直接砍掉也不是没有可能。好，这期节目就做到这里，希望大家点赞、评论、关注、点亮小铃铛，谢谢大家，拜拜。